就是你看我们这么理性的人，然后你要我们去想象说，好，以后焦虑跳，没有，我觉得跳起来，跳起来，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很吊诡吗？你问我说那你想要的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要他回馈我什么，然后你就说那你再仔细想一想，一定有。我就说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功利好不好？生气有啊，有老虎，有老虎。那中间有一两句我觉得有点讨厌，就是说都不关你的事哦，都是别人害你的，都不关你的事。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云。大家好，我是莫。大家看得出来我们频道其实蛮辛苦的哦，所以欢迎抖内，只要2支麦克风。好，那因为终于我们又可以3个人一起合体来聊一集哦。我们这一集想要来聊的就是我们3个人在参加完3月份安东尼罗宾的释放你的潜能 UPW 这堂课之后，因为我们3个人都因为这堂课有很明显的这一个变化，那我们就觉得很振奋，会很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的收获，然后呢，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未来如果我们自己在心情比较不好、能量比较低落的时候，我们真正具体可以做哪些事情，就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就立刻让那一个状态呢发生变化。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们开始都有在做自我觉察，你就会发现，你只要心里在乱的时候，你就很难专注。对。然后我们很难专注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情况，像我以前会是这样，多工处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宇宙兄弟》，有一本漫画超有名的叫《宇宙兄弟》，里面呢那一个男主角就是他只要有一件事他超担心，因为那个男主角他要去甄选太空人，然后那时候他就犯了一个错之后，他回到家他就是把电台打开、电脑打开、电视打开、书也放在手里，然后手又在拿东西，所以他就会想办法同时做超多事情。因为唯有这样，他才可以不用专注去想那一个他担心的点，他的挫败感。所以，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都有经历过我刚刚讲的，我心里担心一件事，所以造成我专注力很难集中，我要用很多方法去让我自己不要去沉浸在那样的情绪当中。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一集的内容我真的强力推荐，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聊聊看。那关于安东尼罗宾的这个 UPW 呢，课程内容每一天教什么，我们这一集不会讲到那么细节，可是我们会来分享的是我们如何透过在学的当天就学到了哪一些内容之后，带给我们很好的状态，然后甚至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那个心态真的差很多。那香允，就是像你那时候上 UPW 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学到最有感的是什么？很多部分都很有感，可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辨识模式。我有一个信念是觉得我就是只能一辈子都当别人的员工，然后我可能永远都只能领时薪制的薪水这样子。我的生活每天就是睁开眼睛，然后工作，然后下班，然后琐事，然后每天日复一日，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很累，一直在往前跑，就好像你在一个大草原上，然后有一个老虎在追着你，然后你只能一直跑，然后没有方向，你没有方法，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只能一直往前，然后一直逃。辨识模式是就像那个转过来，然后面对那只老虎，你找到方法去解开这个危机这样子，然后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就有办法去面对那个一直追着我的压力，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越做越好，可能以后不只是小螺丝钉这样子。你有辨识到什么样的模式吗？课程里面有提到说人类的6大核心需求，然后我开始会去想一下，就是任何事情、任何决定、任何问题，我都会想一下，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做这个决定，那往后面一点想，是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到底是要满足什么。有一集我们在聊边界感的时候，然后我不是说如果朋友跟我就是要求我帮忙，然后我都会没有办法拒绝。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问我说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说，我没有要他回馈我什么。然后你就说，那你再仔细想一想，一定有。我就说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功利，好不好？生气了。我就想说，我真的凶啊，有老虎，有老虎。我就说我真的没有要他干嘛，好不好？但是其实我要的就是那种被爱与连接，我希望人家是喜欢我的。你看是不是真的有？就是开始会去想，我做这件事情，我以前任何决定，然后任何举动，我的需求是什么？以前不会往后面去探索。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湘云的分享，我稍微截取一下那个里面的很重要的养分。对，我们在辨识模式的时候，他是在谈一个概念，是说，如果我今天总是会出现特定的行为一直重复，或者我会出现特定的情绪，然后反复就是一直在经历它，那我们如果可以辨识这一个情绪或这个行为背后它到底是依着怎样的顺序在发生，那我们能够辨识的出来，我们就有机会改变它。所以我们不会去讲说哦，帮朋友就一定不好，然后要一直告诉自己再帮不好吃亏怎样的。那你怎么去针对这个行为去说，它都未必会真的改。是因为每一个行为背后，我们都会先假设它一定有一个动机或者更多动机之外呢，我们人都会为了6种理由的其中几种去不断的产生行动。对，所以刚刚湘云他提到的是，如果他意识到以前朋友找我帮忙，然后我都无法拒绝，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要拒绝他们，对，我也很难拒绝，我就是答应这样。可是这一个答应的背后，实际上是不是因为我很喜欢帮别人而已？而是有可能他内心深处是我会觉得，我愿意帮你们，你们是我很重视的朋友，所以我也觉得这样在帮的过程，他在满足我的需求，就是那个所谓的6大核心需求之一，就是爱与支持。所以当他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实际上他就辨识说，原来我这一个行为是为了一直满足这个需求。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去评判他说，湘云你帮太多了，你应该要为自己着想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责任，你应该要给他。那你觉得湘云会听吗？不会，他就会像刚刚讲的这样，我没有。对，那这个其实就在带出来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在针对行为去做探讨，针对行为去做评判，针对行为好或不好去做沟通，那是不是我们的自我沟通也很难沟通到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湘云她刚刚分享的这一个经验很赞，就是我们光是学会辨识出自己的这一个行为或情绪背后的模式是什么，你能够辨识出这个模式，尤其你能够找出它到底连接了你哪一个很想要一直以来很渴求，你很习惯去满足的那一个需求，那当你可以辨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理解自己之后，我们真正下一步可以去想的是，那我是不是真的每次过往这样做，我有很好的得到更多的爱与支持？对。那比方说我们这里聊，就是湘云，你觉得你回推过往一直都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你都有因为这样得到你心里真正想要的那个爱与支持？好像该走的也是会走啦。好，所以其实就是有得到一部分，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缘分如果没有到的话，或者缘分差不多了，最后还是会各自安好，对不对？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觉得以后别人再来找你帮忙，你还会认为一定要帮就是达到那个需求的唯一的选项吗？还是对现在的你而言，好像就不会那么难拒绝？好像还是会惯性用这样子的模式去跟任何人相处，只是在做任何一个决定之前，我会有多一层思考是，我现在是为了要满足我这个需求，那我就会去想说，那我现在要不要满足自己这个需求？我自己就比较不会有过不去那个坎。就是第一个不是100%一定会答应，第二个是即便不答应不会有愧疚感。对，我觉得这一个其实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今天
如果一样都是拒绝，就是别人来找我帮忙，可是我一样都要拒绝他，你内心的这一个想法，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成分来看，你内心准备做这个拒绝的动作，你的成分不一样，你的感受跟状态是截然不同。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辨识模式，它其实如果可以解构到比较深层的这一个特定的行为产生特定的情绪，而这个情绪或行为背后坚持的是因为有一个需求是我认为这样做可以满足的。有时候你光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再去想到说，那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生活，而我有没有如我预期的这个需求是真正有被满足，还是其实不是那么100%，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像刚刚香云的这个发现这样，就是变成是我选择以后这件事发生了，我要不要？对，还有就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爱与连结、被爱、被喜欢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现在好像觉得不需要有那么多不用深交的人的喜欢。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应该要死抓着不放的关系就可以，就是随缘。我在想你现在你有朋友在看这一集，就在想说，我看一下他上次跟我聊天是开始翻对话记录，是不是？去年8月的时候，他在说我。我等一下马上回去，每个人都先发一封你最近过的好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给莫好了，莫让你最有感、最有收获的那一个内容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最有收获的内容有2个啦，一个是状态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是限制性信念的破除。状态的改变是，其实我要来上课的前一天，状态超差的。多差？很差。演一下。我在家就这样，就几乎都这样。然后猫走过来，我也是这样看它，然后动作超慢，就我会觉得我很没有动力。但是在那个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我又很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但那个状态很低的情况下，又要去把事情做好，其实我觉得那超困难的。对，所以要来上课的前一天，其实我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几乎是一路上就一直深呼吸。会让你状态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其实就是一直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是觉得我应该要达到怎么样的要求，但是一直没有达到，对于自己的期待没有达到这件事，觉得自己很失败。那个失败又一直把我带到说你就是这样，所以你不会成功。然后来这里又是要面对工作的事情，对，因为我们来就是这一次要讨论很重要的事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就蛮大这样子。对，然后其实第一天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蛮多时间是很多环节是我们要站起来跳，就是我们要有很多动作。对，但是那个动作如果我又是保持不笑的样子，或者是这样子，其实是太奇怪了。在那些跳的动作的时候，我其实就开始笑嘛。那笑的同时，我就觉得我自己能量有好一点。但是因为我心里面的那解释是没有被解开的。那就我听到 Tony 讲一段话，我后来才发现，知道说为什么我每次在那个状态下，就算我有方法把状态变好，但事情还是不会做好。就是你一直在很焦虑、很不好的情况下，你就一直想办法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当然是做不好。所以那个跳的过程就是让我们有把能量带起来。那能量带起来的时候，我再去想那一件事，想我的工作室，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焦虑耶，我没有那么害怕，我反而好像在那个过程，我想到1-2个解法。刚听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心里会有一种疑惑，就是你看我们这么理性的人，然后你要我们去想象说，好，以后焦虑跳。没有，我觉得跳起来，然后跳完来讨论这样，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很吊诡吗？而且等一下哀人看到这里就已经滑走了。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也是大家包含以前的我，包含现在的我如果听到说解决问题是先跳一下，我刚刚写风沙会，对，就是因为我心里的感觉是。又要激励我们嘛，那激励就没有用啊，就打鸡血啊。可是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疑问？跳是我们在课程的当中 ，Tony 想要让我们知道状态改变马上可以得到什么，所以因为课程很紧凑嘛，那你又不可能出去走一走再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用一个最快的方法让我们知道状态改变，其实你就是可能就是换个，比如说你去运动。
你去外面走一下，其实那都是一个状态改变的方式。我自己是去外面走一下，但过去我去外面走一下，当然那个心情有比较好，但是回来其实还是会有那个担心是没有化掉的，所以我在那个担心没有化掉的时间里面，还是持续在做事。对，所以我说的那个跳是因为就是那个动作，其实是因为我们课程，我觉得是因为课程需要啦，也要快速的让我们知道说。你要怎么去改变状态？你有很多方式，那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对。然后因为我想要在这里先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 Tony 他在课程里面会是要我们这样有跳起来的动作？因为他并不是原地跳，他其实会做很多引导语。对，因为他其实在谈的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改变状态，我们的状态会被哪3件事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内心专注在哪里，第二个是我们的生理，以他的说法是比较像是生理学的角度，我们身体的动作，然后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表情，因为我们脸部的肌肉就有30几条，对，那我们在开心、难过、沮丧、闷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现在一起来体验一下哦。你有没有过那种你那一天真的是有一件事一直卡在心里面，你怎么想怎么不爽，然后你又不能表现出来，所以你只能闷在心里面。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不对？而在那一天，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表情很像是蒙上一层罩子，然后在那个表情整个这样很沉的时候，你那一天会怎样都开心不起来，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安东尼罗宾他的这堂课，他其实先讲的是说，并不是跳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在那边稍微嗨一下假嗨，一开始好像是假嗨，到后来其实我们真正在感受的是，当你全身从生理所有我们刚刚讲的表情、动作，甚至你的呼吸、你的手势，你抖抬多高，你跳多高。你直接改变这一些的时候，你会突然感觉那一个情绪有被松开的样子，对。可是他要的是我们能够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在那个状态底下去想怎么做比较好，对。因为就像莫他也有分享到说，他曾经就是在能量很低的时候，眼前就是电脑上面就要读的东西，可他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对，所以他其实要做的事情是，如果我发现我的能量状态比较低，从我内心专注的位置，从生理学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呢，我们使用的语言，这3个元素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当天的能量状态。而能量状态一松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些我们该好好面对的事。对，然后再来发想怎么做比较好，那个思考点就会完全不一样。好，那梦你能不能聊一下？那你这样跳完状态有比较好之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后来又上了两天嘛，那我觉得状态变好这件事，其实在上课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我至少有方式了，那这个方式又可以打破我原本的惯性这样子。那第二个是我们后来有上到解限制性信念，它有一个流程，就是痛苦的叠加这个流程。那前面他会请我们写3个限制性信念，那有几个问句，那其中一个问句是说，假如这个信念没有改变，那我那时候其中有一个信念写我不会成功。他说，假如你不会成功的这个信念没有改变，10年后你觉得后果会是什么？那我们在那边写嘛。那时候在写的过程就是，你不要只写说哦，你可能没有钱，你可能会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痛苦再放更大的时候，你觉得会影响什么事？那我写下来就是，我可能不会成功，接下来又要回去找工作。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那接下来假如工作又不顺利，我又不想做了，但是我创业又不会成功，我又不敢创业，那我等到40-50岁的时候，我会不会去路边举牌？然后再来，我原本有承诺要给我身边的人好生活的时候，这时候他们看到我这样，他们就一一离开我。就是你10年都不变的这种我不会成功的想法，叠加了10年之后，接下来的后果是这样。那我就一直写嘛。那时候那个流程是你要闭上眼睛嘛，有一些引导语。那些引导语就是一直把痛苦叠加，就是我要的后果，10年后没有改变，那会变怎样？那在一个10年后没有改变，会变怎样？那中间有1-2句我觉得有点讨厌，就是说都不关你的事哦，都不关你的事，都是别人害你的，都不关你的事。你知道那个心里很拉扯吗？因为
好像真的是好刁哦，对，但是10年后我就是变成了那个样子。它是那个痛苦叠加很久我觉得10几分钟超久。那叠加到最后，那你过程要喊出来嘛？其实我最后有点喊不出来，因为我觉得那痛苦到我没有办法发声。然后我最后其实想到的就是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的那一部电影，松子自己在他家超乱。然后变得超胖，就一个人在家。其实我后来想到是这样，因为你已经非常低落了。然后那个引导语就问你说，他是问了一句说，有没有人让你这样想？是谁让你有这个信念的？然后我就说是我自己。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就解开了。因为我其实可以不用这样。没有人告诉我会失败，那尤其是身边的人都给我比较正向的回馈，那为什么我自己要把自己锁在那边，我不会成功什么的？那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有点像是我把一个期待拉到我要跟谁一样的那个状态下去比较，所以我没做到的时候我就会很痛苦。但我后来其实就会想说，以过去到现在来讲，其实我的改变已经超多了，那我还要去有一个标准，然后在那边比，其实对自己来讲也是很不公平。所以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慢慢开了。这里之所以会谈到限制性信念，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影响我们很久很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觉得以前我在使用那个 NLP 的这种逻辑去松动别人的信念的时候，我以前的做法比较偏向是用认知的这种做法。我可能可以让他去发现到他的信念的可能不确定性，或者是我可以让他用一些方法去感受到说，其实事情不是像他讲的这样，他的信念其实可以扩充。那我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有它奏效的时候，可是呢，有些信念也会兼顾到你即便这样松动完，它又会再拉回去。那 UPW 里面的这一套模式呢，它光是要松动信念它并不是只有用狄更斯模式而已，就刚刚讲的那一个，就是放大痛苦这一个，它不是用狄更斯模式耶，它其实大概光是这一个篇幅，以这4天的内容来讲，对不对？我觉得大概花了快一半以上，很多不同的资讯，它都一直在让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信念是可以松动的。可是我觉得刚刚默分享的那一个概念我一样把它提炼出我们自己至少可以在发现自己有限制性信念的时候，你如果想要试试看可以用的一个流程。可是呢，我还是要再次提醒通常我们如果要用刚刚讲的这个流程下去松动，对不对？你一定要确保你自己的状态是很好的。我指的状态很好是你至少比方说你的心情没有差到就是哇，我现在就是很需要有人陪的那一种，有没有？就是你如果现在是需要有人陪，你就不要用这一个，因为它的那个逻辑是我们通常要改变自己的固有的这一个信念，对不对？其中一路线是你去发现这一个信念带给你的痛苦，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而且呢，你发现这一个信念它几乎就只会带来过去、现在到未来都是痛苦的。当你可以深刻去意识到这件事，重点是你深刻在你的内在经历过这件事。对，因为你看当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说，爸，我觉得我就这辈子就成功不了，我就烂然后这时候你就怎么跟他说？不会，你有我的基因，你不会烂。他说我就是有你的基因，那不是那这时候我们怎么鼓励他？怎么跟他说？你再这样想，你以后完了，你觉得他会想吗？不会，他只会在认知上跟我们抗衡。可他内心不会去经历过，哇，这想法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我会经历过多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信念改变的核心是有人引导你，而且是在有足够的铺陈的情况下，开始进入那个模式的时候，第一个是放大这一个信念的感受跟痛苦，再来是让他感觉到，我如果持续抱持这样的信念，我觉得不够好，我觉得不够强，我觉得资源不够，我觉得钱不够。对，我只要专注在这一个点，那这样的时间越来越久之后，有的人会说，原本是我太年轻，所以我无法成功。当他过了20年，他就会说我现在也太老了，所以我也无法成功。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提前去经历那一个，原来这一个信念会带给我过去、现在到未来都是有那么多的痛苦，你是真的在内在去想象、去经历。那曾经有一些研究是在谈说，人大脑浮现的画面，已经有一些研究是证实说，
这一个浮现的画面对我们人来讲，可能某种程度来说几乎接近真实。就像有人曾经在睡梦中梦到自己在打篮球，然后他突然就是被撞倒了，他醒来的时候他全身是汗，对，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去放大那种痛苦的可能性，其实他就会去松动我到底还要不要抱持这一个信念。而且刚莫他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信念，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主动去选择的，还是我们过去的经历被动的不断的建立起来。比方说有人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很不好，所以我们就相信了他的判断，对不对？或者是因为我曾经的经验成功次数没有很多，所以我就一直认为我可能不会是一个成功者。所以我们如果有很多的信念都来自于过去的经历，而我们被动去把很多信念捡起来，那它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那如果那些信念是当时被动接收而来，而有多少又到底是符合我真正的现实？那莫你能不能分享，就是说像你那时候上完课嘛，对不对？那到现在整个后期的效益怎么样？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想要写那个文案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但是呢，我就还是用了课程里面教的一些方式，解信念的那个过程。再想一次的时候，其实我那个状态整个又好了，而且其实很快。也因为状态改变，所以我今天写完文案的时候，就那个在写的过程心境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已经把它写完了。其实里面有很多方法是可以马上做的，像我之前我在学自我成长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我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会很想要回去，然后马上告诉我女儿或儿子，可是那都只是在我脑袋里面的东西，我很难去具体的告诉他们方法怎么做到，因为再加上他们可能没有具体的事件让我去对应去解题的话，我很难去跟他讲我学到的东西。然后可是我上完 UPW 当天晚上回家，我其实蛮累的，因为有点晚，但是我还是很兴奋的去跟他讲说，来，你跟着我做一次，就是那个动作，那个动作，然后我们3个人就站在客厅，然后就这样转圈，但是他们都觉得好神奇哦，就是你在变魔术吗的那种感觉。以前我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你，可是我支持你们的方式好像我就只能给他们这一句话，可是我要怎么给他们信心，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得到，我是没有办法给他信心这个东西。可是上完 UPW 之后，我觉得我有方法给他们信心，去增强他们的信心。我觉得 UPW 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进修，因为里面真的有太多 NLP 的执行师教的技术那些逻辑，而我在整个上课的过程，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我最抗拒的就是跳起来。真的，对，因为还要在你们面前跳，哇，怎么可以？我们也是偶包很重的好不好？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们就是一起跳这样。可是因为我想要知道他到底想要创造什么经验给我们，我觉得有时候要解别人容易，然后解自己的时间要比较久。对，因为你有些东西要慢慢想开，它真的要花一些时间。可是在这4天的课程里面，其实我有一些自己隐藏的比较深的限制性信念，真的也就用刚刚讲的那4天里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解这个东西，对不对？我在那个过程，我的很重要的几个限制性信念，我自己也解开。比方说，我会认为自己好像就是永远没办法达到我要的那个所谓的强。然后甚至呢，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个很深的信念，就我不是一个幸运的人。对。然后我自己透过这个流程，然后整个解开之后，其实在那课程之后，我真的很少再想起那一个信念，然后甚至想到都会直接笑出来。对，因为他真的有太多干扰这个东西的方法哦。为什么这次3个人合体来聊这一集？某种程度是对我们的这1年多来以 Podcast 节目来说，这一个旅程呢，算是一个有点像是纪念。对，这一集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在聊的一个纪念，因为我们同时学到一些东西，频道到现在也已经1年多了。那我想要回馈给我们长期以来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是 Podcast 还是 YouTube， 或者是在我其他的账号 IG 啊、脸书这样，我们预计会在6月的时候挑2个时间，分别在台北还有高雄，我想要办一场就是粉丝的这个就是见面会。可是呢，
叫你们粉丝好像很怪哦，应该说就是有在追踪我频道这些朋友们哦，我想要办一个小型的见面会，而这个见面会呢，不是来看我。而是我想要分享一下，这次在 UPW 里面，我就会学到很正点的东西，我想要分享给你们。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来参加这次见面会的活动呢，欢迎可以到资讯栏去看一下活动的资讯哦。好，那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那么多，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呢，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我想要解决，应该说改变状态，有一些新的思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了。我是 Jaco， 我是香云，我是梦。好，我们下集再见，拜拜。